朋友们，我们总是在说修行修行，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修行呢？我们又该从哪入手呢？大家都知道，我经常会说实修这两个字，因为实修是在强调要把修行真正切实地落实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必须从当下的实际问题入手，这叫实修。我们看现在所谓的一些号称修行的人，整天都在谈经论道的一大堆，把经书背得滚瓜烂熟，各种的神奇体验一大把，还有打坐的、辟谷的、念经持咒的、心灵疗愈的，还有隐居深山老林的等等等等。不否认，这些都是在追求身心的健康、快乐与安详。但问题是，当他们一旦离开了那个环境，再次遇到事情的时候，却依然还会烦恼、痛苦和执着。那么请问，这样的修行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和掩耳盗铃又有什么分别呢？这也只是追求了片刻的安宁与祥和而已，他们内在的根本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不是吗？所以，真正的修行呢，必须要从当下的实际问题入手，必须不能脱离我们的生活，不能脱离在具体的事情上的一次次的实践和验证。也就是说，真正的修行，其实就是王阳明说的在世上练。之前呢，有一个朋友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说他没有任何的修行基础，书呢读的也少，是不是修行起来会比别人更加困难呢？这里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修行的基础？这个基础呢，不是说你读的圣贤书越多，听过老师的教导越多，上过的课越多，然后你的基础就越好。正相反，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认知去理解出来的这些东西呢，很有可能最后成了我们修行的障碍。如果非要说修行有什么基础，那唯一的基础可能就是你的经历。你经历的逆境、苦难、障碍越多，你的基础就越好。但是比基础更重要的呢，是门槛。什么门槛呢？就是你要先开悟，知道了向外求皆是虚妄，向内回归才是唯一的方向，这才是开始修行的真正的门槛。所谓的悟后方可起修，如果没有悟到这一层，就开始所谓的修行，开始去读书、诵经、上课、打坐、布施等等，那么都是在盲修瞎练，大概率练的都是你的大脑，修的呢都是你头脑的控制，你增长的也不是智慧，而是妄想和执着。所以有些人所谓的基础，可能其实反而最后都是他们实修的障碍。修行呢，用一句话来说，它就是一条向内回归的路，就是你应该回到哪儿去，无关乎于任何的所得，让自己时刻以生命的形式存在于此刻当下，而把这个修行落在你的生活实处，这就是实修。我们所有人的修行最终都需要回到生活中去借假修真，你必须亲自把你所听到学到的这些教导，在这个梦幻泡影的世界里给活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实修。既然是借假修真，那么你首先得有这些假，对吧？但是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中活着，你就一定有，只要你有，那么你就有基础，那就没问题。而且还有一个真相就是，真正的修行呢，必须要在你具体的痛点上进行，让你痛得越深的，其实往往越容易让你觉醒。就像黎明前的黑暗，越黑暗就意味着你离黎明越接近。因此千万不要把修行变成逃离现实、远离烦恼的港湾。在你一时的安宁和舒服过后，最后你会发现，让你痛苦的还是你自己没有改变的习气。所以修行必须要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入手，每一个生活中的问题和逆境，
都是一个法门的入口，每一个问题都是道场。真正的道场并不是在寺庙，不是在深山老林，更不是在一群所谓共修者的看似一片祥和的社群当中。真正的道场就在每一个当下，就在每一个你的起心动念之处。我们看看六祖慧能是怎么说的：若欲修行，在家易得，但心清净，即是西方极乐。你看，修行的道场又何须外求，何须向外找呢？如果说你的婚姻有问题，那么婚姻就是你的道场；如果你和你孩子的关系有问题，那么亲子关系就是你的道场；如果你在工作当中发生了和同事或者领导的矛盾，那么矛盾就是你的道场；如果你陷入了生活的迷茫、空虚和无聊，那么这些就是你的道场；如果你有金钱和负债的问题，那么金钱和负债就是你的道场；如果你对死亡和疾病总是忧心忡忡，那么生死的真相就是你的道场。它们不仅是你的修行道场，也是你灵魂升级和提升需要完成的功课。记住，修行的道场就在你的每一个受难之处，就在每一个困住你的问题和阻碍你的人当中。不要试图绕过你人生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去带着感激之情接受并且直面它们。哪里有问题就在哪里修，直到有一天你突然顿悟到，他们原来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修行可不是让你自己的心情变好就没问题了，那只不过是自欺欺人。其实那样恰恰是在逃避修行，因为修行的本质就是直面痛苦，用有意识的受苦去代替无意识的受苦。修行更不是你向他人去显示你的自我。你看我修得多好，我懂这部经，我懂那个道，我有这个超能力，我有那个神秘体验。记住，修行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在修行的路上注定孤独。真正的修行之人都是孤勇者。修行并不是为了遇见佛，而是为了回归那个终极的真相，回归那个本自具足的自己。自己即是佛。修行也不单是为了见证终极的真相，也是为了见证真正的那个你。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刀山火海与高山峡谷之后，在经历了一个个的逆境或者绝境以后，最终对本体的回归。而这一切必须发生在具体的烦恼和痛苦执着的点上。没错，它们就在此刻当下，而不是存在于某个幻想中的未来或虚拟的境界当中。修行不会把你带离当下，而是指引你走向当下，向当下实处的最深处用功。这才是那条通往内在最本源的回归之路。这条路不会让你与生活隔绝，而是让你更加投入生活。永远要记住，我们要利用生活中的实际情景去感受真相，借假修真，而不是要用我们头脑中的认知概念和思考与这些内容去纠缠。我们不能让自己离开工作、生活、社会关系，去在真空中修行，否则你只是在把修行当做了另一种逃避问题的方式而已。这充其量只是你头脑自我安慰的把戏。六祖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还有，修行也无需执着于哪个信仰或者哪个宗教和学派，也无需执着于任何的法门、任何的经书和任何的境界。修行必须要打破这一切的界限教条还有依赖。修行就是不断破相的过程。那为什么要破相呢？因为有生以来，你一直都在不断的立相，就是因为你立了太多。那些你所立的相，都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你的障碍与牢笼。所谓的离一切相，其实就是3个字：破我执。然而想做到这3个字，必须要付出极大的勇气，那是面对剧痛的勇气，
面对恐惧的勇气，面对孤独的勇气，解剖自我的勇气，和一直以来都在主导你的小我分离的勇气。只有带着这些勇气不断的精进，你才有达到终极之处的机会，才有认出自我的最真面目的机会。修行不是带你离开眼前的现实存在，不是带你进入你的头脑思维以及神奇的故事。修行必须时刻要把自己拉回当下，守住自己宝贵的专注力。真正的修行必须要亲自向自己开刀，你不能完全依赖信仰、老师以及宗教经典这些暂时的工具，我们只能把它们当作是一个指南针或者催化剂，但最终必须还是我们亲自向自己开刀。整个的解剖过程只有自己亲手才能完成。一旦你坦然地躺在信仰、课程、老师、宗教经典等等之上，而不是亲自去实践验证，那么修行就会成为你自我编织的另一个牢笼和虚幻的梦境。修行就是全然的觉知当下，守住当下，直到最终极之处，连觉知也成为了多余。就像你渡过了这条河以后，你渡河的船就成了多余一样，那时候你自然就会清明地直面生命。最后，从当下开始，把从向外抓取转为向内回归，从学东西来填充自己转成去通过关来回到本自具足的自己，来让自信临在于此刻当下，开始在生活中的事上磨练吧。如实而修，方得始终。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